大家好，我是周弟，今天要介绍小头的板别，板别太多了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1927年，也是民国16年重铸的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1元银币，但早在1912年民国元年，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就已经有铸造一批开国纪念币。隔年的10月，袁世凯被选举为第一任大总统，就改流通袁大头银元。我们先从中央版小头开始吧。1912年第一批孙小头在民国元年，南京造币厂依据财政部的指令，铸造了一批下五星小头。该币的特色是1元面左右下方有一对五角星，故称下五星版。从1912年5月铸造到次年的1月停铸，因为袁世凯就任后就不准再造了，随便一颗都要人民币10000元起跳。家里有小头的，大家眼睛睁大一点，看有没有五角星在这个位置上。当局意识到下五星版本中英不符，英文中没有纪念的翻译，所以在1元的上方加了 Memento 纪念的英文字样，再用五角星当成断句分隔的作用，形成了一枚稀有的上五角星版，比起下五角星来的少。反正不管上五角星还是下五角星，只要是五角星都是贵的。1927年4月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，袁世凯上台后，经政治会议议决停铸袁大头，换铸先总理像币，发行了全新币模，也是最大量发行的版。特色在上五角星改成6角星，这一枚是当时用银模精铸的金币样币，也就是铸造银元流通前会打几颗金样保存当样本，再用同一个模具打银币出来流通。这一枚是由南京造币厂第一枚铸造的版本，它的特色与这枚金币样币必须一模一样，所以这个版叫南京初铸版。特征为圆不出头，圆里的贝字下方右边一撇，比正常的是往外撇，形成8字角。这两边这个花瓣上有2点。左右的双花满花瓣，而且深打，直衣领比较一下正常的衣领是有一点弧度的，胡子边角微微上翘，它是直齿边，有着样币范。圆字下方这2片为空心叶。孙像的头发线特别明显，称得上是小头金发版了。其次北伐胜利后，由南京造币厂、杭州造币厂、武昌造币厂、天津造币厂分别铸造小头。一般的南京版为圆齿边，天津版是直齿边，且圆字有出头。最普通的板别也有圆字不出头的，在这里面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少的左右3瓣板，这2边都有明显的3瓣，普通的这2边都是一条长花枝线，与普通小头都有一定的差价。上手看小头，第一目光就先往这2边看看有没有3瓣板，又称左右3草板。接下来是右3瓣板，只有右边在这里有3根草，又称右3草板，这要比左右3草少。单日开，这个开字的门左边是相连的，右边是不相连的，所以叫单日开。正常的小头相比是门2边里面的横笔都不相连。双日开，顾名思义就是开字的2边都相连，形成了2个日字，所以叫双日开。点草板，左右原本3颗草变成2个点，与普通相比是这样的。英文 Republic 的 R 对应下方2颗内齿是相连的，圆字上方有出头，又称点草出头圆版。有的点草这里英文一有断笔，大家注意一下。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即将解放广东前夕，被迫于1949年11月6日将广东省第一造币厂迁往海南岛海口市，并将厂址设在当时的海淀造船厂内。为了给刚刚成立的海南银行所发行的银行券筹集，发行兑换准备金，利用回收的银元改铸含银量较低，只有80%的小头银元。因紧急超负荷制造，又因压制时压力不够，造成壁面不平不正，质量较差。这一批又叫海南版小头，壁面有一种漂浮感，整体模糊的感觉，不知道你能理解我在说什么？不能理解也有暗记可以区分哦。齿边中间的假齿明显，左边中的花式，普通版是标准3颗草，海南版则是少了1根外围的草，右边也是一样，海南版细节上比较差。好的，中央版就这些。现在来说说地方版有哪一些吧。湖南版特色在于日字花，旁边感觉像隐藏了一个日字。湖南版的日字花最大特色就是3大 O， Memento 的 O 跟2个 Off 的 O 偏大，还有撅形齿边，看看这个齿到了另一边好像有一种拖拉的痕迹，不管是细齿、橄榄齿、直齿、斜齿都有这种拖拉的痕迹，称撅形齿。除了3大 O 版外，还有更少的4大 O，
就是 Republic 的 C 错打成 O， 形成4大 O。还有 O 长版，也就是 F 少了短横，而且还有2点暗记在 F 里面。湖南版就差不多有这些。再来是长头版，孙头的头像与普通的相比，它是细细长长的长头版。花枝直线版，这2片花枝直直的，普通版是有点弧度的。其他的地方版就是大量的英文错配版。正确原版的英文字内容是上面 Memento， 下方 Birth of Republic of China。我们看看当时造币厂的英文水平有多扯，应该是拿错英文字冲头的关系，所以工作模上会出现错误。比方 Birth of Republic of China， 还有5大 O 版 C 都打错成 O， 变成 Birth of Republic of Ohina Republic， 2个长音 I Republic Sina Memento 变成 Memento， 还有各种的英文字母倒过来的，倒 N 反 R 倒 T， 这里的 T 全部都是倒过来的。最后小头还有不少军阀版、私铸版都是相当稀少的品种哦。好的，小头版别就差不多这样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